进入2018年，北约集团和俄罗斯的军事对抗日渐升级。一边，北约集团大举东进，将数十万大军部署在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另一边，俄罗斯强势迎敌，大规模军演一场接一场的举行，战略飞弹一枚接一枚的试射。可以说，双方都已经摆开了决战的架势。现如今，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交锋。据西方媒体报道，北约将在10月下旬举行1年1度的3x-2018联合军演。据悉，此次军演将有来自32个国家的5万余名军人参加，届时北约将出动包括美军杜鲁门号航母在内的70艘舰艇，以及130余架战机和1万多辆战车。根据北约盟军司令部的消息，演习地点包括北大西洋、波罗的海以及东欧、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就在北约放出军演消息后不久，俄罗斯也宣布了军演的消息。据前任俄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弗拉基米尔·瓦卢耶夫上将透露，俄军将在北极地区进行海空联合演习。据悉，俄军将出动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的数十艘舰艇和数十架战机参加此次演习。就在俄罗斯积极准备北极军演之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荷兰却坐不住了。就在俄军放出军演消息的当天，荷兰皇家海军陆战队行动司司长麦克诺特里将军公开表示，俄罗斯在北极军演是对北约的挑衅行为。对此，俄罗斯国防部回应称，俄罗斯军演是按照1972年国际海上地碰规则的规定进行的。根据此项规则，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禁止俄罗斯在公海上进行演习。不得不说，俄罗斯的这次回归非常漂亮。就双方的军演本身来看，北约的军演明显更具有威胁。一方面，此次北约3x-2018军演出动了32个国家的5万多名士兵，以及70多艘军舰、130余架战机和1万多辆战车，规模堪称空前。另一方面，此次北约军演的地点最近处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200公里。最后，北约军演的时间是10月25日到11月7日，历时整整2个星期。从这3点来看，此次北约3x-2018军演的进攻性非常强。反观俄罗斯，此次军演是在靠近俄罗斯本土的北极地区进行，根本谈不上对北约构成威胁。另外，北极地区对俄罗斯而言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里不仅部署有俄海军的北方舰队，更部署有多艘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和数十枚洲际弹道飞弹。位于北极的科拉湾更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海军舰艇基地。应该说，俄罗斯在北极军演合情、合理、合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西方国家一贯的特点，我可以这样做，但你不行。不过，俄罗斯并不吃这一套。这次俄罗斯在北极军演可谓是狠狠打了北约的脸。你不让我做，那我偏要做，这就是战斗民族的性格。作者：却兴明，图片来自网络。自从全球最大的军事集团北约成立伊始，就是作为俄罗斯、苏联的对头身份而存在的。北约在其的带头大哥美国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东扩，已经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压缩到了极致。而现如今，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对俄罗斯进行极度施压，北约便趁机再次对俄罗斯凶相毕露，为美国积极充当遏制与围堵俄罗斯的铁杆帮凶。为此，还不惜跟俄罗斯之间相互做出颇具威胁性的军事行动。刚刚有消息传来，俄罗斯要在自己边境以北的北极地区举行军事演练，却遭到了作为非北约成员国荷兰的无端指责。10月15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据波罗的海舰队前司令、海军上将弗拉基米尔·瓦卢耶夫消息当天对媒体公开表示，称俄罗斯根据国际海上地碰规则，在北极地区适时航空兵和舰船演习。另据当前北极地区的形势，稍早之前，北约已经决定要在离北极很近的挪威举行一场时间长、规模大的3x几联合军演。
大批北约战舰及飞机都将投入进来。因为俄罗斯的此次演习被北约认为距离3X军演地点太近，很有些围观北约举行军演的嫌疑。而就在俄罗斯正在北极实施此次军事行动时，将为北约军演提供开放领空支持的荷兰急眼了。就在15日当天，荷兰海军陆战队行动司司长麦克莫特里将军公开表示，称俄罗斯军舰和飞机试图在北约北极演习期间向英荷官兵发起挑衅。麦克莫特里对俄罗斯的军事行为如此大放厥词。俄罗斯军舰及飞机对北约举行军演越来越有兴趣，似乎离演习地点太近了。比如，当我们进行防御弹道飞弹练习时，你们看到了比过去几十年多的俄罗斯舰艇，但俄国防部立即对此回应，称俄罗斯军演是按照1972年国际海上地碰规则规定进行的。根据此项规则，无人可以禁止俄罗斯在公开的天空和海上进行演习。从荷兰与俄罗斯两国军方这番口水仗可以看出，荷兰是确实表现出了一种固有的西方蛮横。就双方各自军演的地点来看，北约3X军演尽管是在挪威境内，但演习地点离俄罗斯边境最近处仅只有200公里。何况其时间是如此之长，从10月25日持续到11月7日，规模也是如此之大。居然有北约成员国及伙伴国在内的30国军力的5万士兵参加，无疑对俄罗斯将形成极大的军事威慑力。可对于俄罗斯来说，北极地区就在自己边境较近的区域，如果在此进行军事演习，相对于北约的3X军演来说，则对其他别国造成的军事威胁要小得多，更不像是如同荷兰麦克莫特里将军所说的是挑衅行为了。只是对于俄罗斯自己而言，北极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不仅该地区所临海域北冰洋部署的有俄罗斯北方舰队，其水下还隐藏著作为其护国重器的潜艇部队及核武力量，因此俄罗斯这次举行军演是有相当合理性的。而作为域外国家的荷兰是很没有资格对其指手画脚说3道4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同样是举行军演，北约的3X不仅参演的国家众多，兵力庞大，时间冗长，且距离俄罗斯边境仅咫尺之遥，其危险性之大不容置疑。而俄罗斯的军演则规模如此之小，并没有对北约造成多大威胁。然而，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荷兰却对北约军演的威胁性做选择性无视，转而对俄罗斯的军演大放厥词，并指责为挑衅行为，其西方世界的霸权嘴脸是暴露无遗。台媒报美军科研船正停靠高雄港口，图源台媒。海外网10月16日电，美国近段时间有点闹，先是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于6月通过一项表决，同意美国海军军舰定期停靠高雄等台湾港口，并将台湾纳入美国一项年度国防政策措施之中。接着美国务院又于9月批准一份价值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今日16日，又有多家台媒爆出，美国海军科研船目前正停靠高雄港口。不过，台外事部门随后紧急出面澄清，称美军科研船停靠高雄与军方无关。综合中时电子报、东森新闻云等台媒16日消息，隶属于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的3250吨汤普森号 Thomas G. Thompson Tiger 23海洋研究船目前正靠泊在高雄港9号码头。不过，台外事部门随后急忙出面灭火，称美海军科研船停靠高雄港口是跟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的科学研究合作，跟军方毫无关系。台湾港务公司高雄分公司则表示，这艘研究船于昨天15日驶入高雄港，目的是要补给加水、生活日常用品，还有船员替换等，并没有其他行为。科研船停靠大约3天，18日早上6时将驶离高雄港。通常船员替换是因为该员休假约期满，或是身体不适，在等新船员的时候要配合航空班机时间。报道称，该科研船由美国大学暨国家海洋实验室使用，具遥控水下载具 ROV 及自主式水下载具
of 可测量盐度、温度、压力和化学性质等水文资料。18日离港后，将前往澳洲弗里曼特尔 （Fremantle） 港。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科研船停靠高雄一事发生在美军频频在中国家门口徘徊之际。美国空军近来不仅不断出动轰炸机前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空域执行所谓轰炸机持续存在任务，还曾多次派出轰炸机前往南海和东海海域执行任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此前还报道称，多名国防官员向该台透露，美国海军正在制定一个向中国展示实力的秘密计划。据称，他们的建议是在11月的某一个星期内，同时在全球各地展开军事演习和行动，包括在台海军演，向中国展示美军具有同时在多个前线对抗多个